我们在过去的很多节目里面都有设计过这种叫做英雄镜头的东西，无论是紫外灯下的荧光森林，还是创业故事片尾的长镜头，我们往往都会想一些不同的运镜，然后通过机械臂这样的设备来实现它。然后我们发现，这种运动控制其实能应用在很多不同的兴趣领域上面，拍出前所未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一个领域是我个人一直很想做的，那就是 RC 遥控车。RC 是 Remote Control 的缩写，就是遥控的意思。这乍一听好像就是一种儿童的玩具，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首先 ，RC 遥控车具有极强劲的动力。目前 RC 遥控车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时速已经可以超过每小时300公里，非常离谱。同时还有它的推重比，也能让它0-100加速从静止到100公里每小时所需要的时间控制在3秒钟左右，和真车差的也不远。那不仅如此，作为一项体育运动项目 ，RC 遥控车还需要运动员们专业精准的操控。小车所有的转向、油门、刹车力度还有线性度，全部要靠运动员手上这个高精度的遥控器来进行对应的控制。那事实上，这些强劲性能和精准的操控和全车精密的零部件都息息相关。一辆 RC 遥控车通常有超过100个零部件，单是组装就要耗费一个老手将近1整天的时间。我们可以把 RC 遥控车理解成和一辆真正汽车缩小的这个版本。那虽说在组件形态上有点差异，但在原理上和真车真的是十分近似的。它有着和汽车类似的动力系统、转向组件、传动组件、悬挂系统，还有动力源。这里面每一个组件逻辑上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还有操作习惯去定制和更换。那这里面除了这个车架，我们还可以定制一个自己喜欢的车壳。那正好，上汽大众最近刚好发布了一款最聪明油车的途观 L Pro， 想要让我们定制一个全新光豹蓝车色的车壳。那这类过程不过多赘述，但在经过了修模、打印、打磨、上漆等多道工序之后，我们就得到了理论上世界上第一辆 RC 迷你版的途观 L Pro。那他们和我们说，我们可以用机械臂拍这辆车，同时也要用机械臂为他们拍摄一条官方的 TVC， 也就是真车和 RC 车都得拍。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拍这个 RC 版的途观 L Pro。那当然，光有车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得操控它，让它跑起来。所以这次我们邀请到了带出过多届世界冠军的浙江省 RC 遥控车省队总教练骆驼老师，还有 RC 车 UP 主七叔，让他们来带我体验一下 RC 遥控车的魅力。能展示一下吗？技术这个，比如说你开起来，这个车是什么样的？可以，我还从来没线下看过 RC 车。我们这个是一个仿真的兰奇亚的一个车款啊，当年的神车。那我们就装了一个甩尾胎，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做一些甩尾的一些动作。它感觉像在滑行。对。大概新手入门多少钱可以入门？如果说纯粹入门的体验的话，我们500-600块的一些遥控车，它已经可以让你感受到这种乐趣。那当然，我们往上走，或者我要去走竞赛的路线，那这个就另当别论。OK，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我能试一下吗？可以，我能给满油吗？可以全油。你油门一松，它就停下来了。打回来，这个有点像样，有点那个感觉出来了。哦，会了，也没会，就会，就是先打，然后再反过来。没错，有点吓人。是的，要注意安全。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在 RC 圈里面，当然大家喜欢用慢动作来拍这些车子，比如过弯和那些时候，但是不是很少有人用过机械臂加慢动作来拍它？对，大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这是我们想尝试一下的。也许我们今天可以用机械臂来看看，能不能把它拍出和正常 RC 车不一样的感觉。好。所以，比如说现在，像我们 Umoco 这边，我们朋友这边，他们就做出了这么一个遥控器，这就和飞无人机一样了，连我自己都会操作了。你看，整一套系统只要靠这样，就可以来完成直接的拍摄，就可以做到不打点，直接用它来遥控刷对应的产品的特写。但是还有一些特殊的臂，我也是最近才见到，也非常非常特别。这个臂真的很不一样，你看，它是可以用手来给它定点的，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用手给它定到任何一个点位，比如说这样，这个位置不错，我按一下确定保存，然后比如说到这儿，
哎，我说这里也不错，我按个加号，我按个保存，这么帅吗？3、2、1，走！哎，这条有了。相信2-3个镜头你看的应该也不够过瘾，这也不足以展现2位老师的全部实力。所以这次我们还专门搭建了一个赛道，我们想让2位老师在这里一展身手，看看能拍到什么。RC 车真的很爽，也根据老师所说，其实相对来说入门的门槛不是很高，价格也不是超级贵，所以你有机会的话，这样去试一下，这感觉完全不同。那现在我们完成了 RC 车的拍摄，我们的任务还有一边，我们的真车实拍。然后现在你看这边有个机械臂，它的优点就是相比摇臂以前只能单向的用，而且伸不进去，机械臂的话可以很轻松探进去，而且可以全向的来移动。但是你想，哪怕是机械臂这种已经变得这么紧凑的状态，你只通过车窗进去，运动的范围只有这么一点。所以说，通常在拍摄汽车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的就是，往往甲方或者拍摄团队都得把车门给卸掉，提供这样的一辆特殊的车，才能完成内饰的实拍。然后现在你会看到这个机械臂在里面，哎，前排后排都能拍，但是有的镜头你会发现，我脑子还是有点转不过来。像这个画面，它直接从后面穿出来了，我不可能把它这个 A 柱、B 柱、C 柱什么全部切完吗？它是怎么做到的？那答案就是机械臂有个非常神奇的功能，叫做接近。它可以在这边拍一下，再到里面拍一下，两个镜头能被缝到一起。这个我们要到车里面才能看明白它是怎么做的。那我们这里运镜的话，其实你看空间大概只有这一些，我们会用个比较广的镜头，比如说12毫米到15毫米来做一个简单推拉。但到这里已经到了极限位置之后怎么办？像这次我们用的是直接把后备箱给打开，然后用一个轨道加上机械臂把它探进来，探回到这个一模一样的位置来进行对齐。那对齐也有2种方法，一种是你通过手动用一个叫做洋葱皮的功能，洋葱皮就像一层一层的，所以你是把最后的那个画面的那一帧和你现在这一帧通过视觉的方式来对齐，这样的话眼睛就看不出来了。那还有一种就是用更先进的一些机械臂，能够知道它的空间位置，回到一模一样的点位来进行拍摄。那不仅仅是内饰，机械臂在汽车外观的拍摄上同样也有很大的灵活度，只要打好点就可以生成像这样比较丝滑的运镜。到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机械臂拍摄 RC 车和真车的挑战。那后续完整版的真车视频也会上线。而在这次拍摄之中，让我们最有感触的一点就是这个 RC 车的拍摄。虽然由 RC 遥控车作为主体的车辆模型运动，依然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体育竞技项目。但在这个影像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骆驼老师和七叔都不约而同地举起了相机，把镜头对准了自己热爱的体育运动，努力尝试把它推送到大众的视野之中。
而这次在 RC 样片的拍摄过程中，每拍摄一个镜头，2位老师还有现场的工作人员都会迫不及待地到监视器前面来看画面。那从青训选手到世界冠军教练，骆驼老师在 RC 领域已经有数十年的经验，在看到 RC 领域从未出现过这个机械臂加高速机影像的时候，还是发出了惊叹，并且超级兴奋地和他朋友分享。这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影像的意义。我们不单单只希望拍出一个好看的镜头，更想要用不断创新的影像技术去展现不同领域从未被观察过的视角，而这些视角，这种展现，或许意义非凡。那最后，非常感谢上汽大众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这次途观 L Pro 采用了全新的双前脸设计，确实非常好看。全新 IQ Light 高分辨率智慧投影大灯，支持投射光毯照明车道等，这是只有豪华品牌才有的配置。另外，这个6屏联动的数字座舱搭载了全新智慧车联系统，一定能够颠覆你对于过去大众车机体验的认知。那更重要的是，这次途观 L Pro 还搭载了和大疆车载合作开发的高阶智驾辅助，支持智能拨杆变道、智能加塞应对、大车避让等功能。让你用了就离不开。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头、点赞、转发，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